乌克兰利沃夫市上空惊现 F-16。美国媒体报道，北约援助的首批 F-16已经抵达乌克兰，并且还有目击者拍摄到 F-16出现在利沃夫市上空。乌军 F-16利剑出鞘。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再遭袭击，弹药库被炸，损失惨重。乌军至少发射4枚 ATACMS 导弹夜袭塞瓦斯托波尔。俄军 FPV 无人机日产4000架 ，CL-20 炸药打吨级量产，台湾导弹威力翻倍。云豹装甲车隐患拔出，不再是战场铁棺材。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你可以永远相信乌军的无人机技术。乌军无人机于8月2日到8月3日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引发大爆炸。目前战果未知，乌俄双方尚未有所通报。但火力军从多个平台搜集的信息显示，驻扎有3个苏34轰炸机中队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发生了至少2次爆炸，并伴随有讯爆的烟花，很明显有弹药库被引爆，整座机场化成一片火海。与此差不多的时间，乌军还袭击了罗斯托夫州卡米耶斯基区的俄油库，导致爆炸发生大火。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离乌克兰边境约270公里，这已并非是第一次遭遇乌军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仅今年6月、4月就发生了2起，并导致多架苏34及其他战机严重受损。之所以打击这里，是因为这里驻扎着俄罗斯第559近卫轰炸机航空团，该机场停泊有苏34、苏24和苏24M 等战机，是轰炸乌境内目标的罪魁祸首。有消息称，从去年年底，苏34在前线就开始广泛使用250公斤、500公斤和1500公斤的智能滑翔炸弹。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曾表示，苏34使用这类炸弹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的效率很高，成本也相对较低，目前已摧毁了乌克兰数百个军事目标。而乌军远程无人机能屡次突破俄军防空系统，长驱直入，暴露了俄罗斯漏洞百出的防空系统。当然，也可能是俄军将绝大多数防空系统集中到了俄战区内导致。如8月2日当天，乌军还使用 ATACMS 导弹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打击，结果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声称，俄防空系统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击落了至少4枚来袭的乌军导弹。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枚被击落的导弹未被引爆，集束弹药落在了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西蒙卡街道上。目前特种部门正试图引爆和销毁该弹药。另一个佐证是，美国不让乌军用欧美援助的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境内目标，甚至还限制了打击范围和目标种类。其意思不就是害怕俄军纸糊的防空系统拦不住欧美导弹，从而导致俄罗斯狗急跳墙丢核弹。纵观乌俄双方的防空力量，乌克兰因为有机动防空部队，极大幅削弱了俄军攻击型无人机的能力，而俄罗斯目前严重依赖导弹防空系统，虽然也在向乌克兰学习搞移动防空部队，但这个过程显然会很慢，且单一系统的范围有限，需要大量的防空系统才能确保有效覆盖。而且俄罗斯国土面积大，需要保护的基础设施广泛，可想而知，俄军想要保护所有可用的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源会有多高。既然防护做不到乌军的效率，于是为了反击，俄军加大了 FPV 无人机的产能，打算用进攻代替防御。俄罗斯国防部长贝佐洛夫宣布称，俄罗斯每天大约能生产4000架 FPV 自杀无人机，比去年年底的1000架的日产能高出许多。俄罗斯 FPV 无人机产能怎么提高了这么多？其一是因为有好方法，俄罗斯整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目前国情的28点生产指南，详细列出了生产 FPV 无人机的全过程，内容包括生产基地的使用、供应链管理、大规模生产、交付以及人员训练等。其二是因为有好政策。据英国詹氏访务的报道，自乌俄冲突全面爆发后，莫斯科就一直在主动推进无人机专业部门的建立。这些部门专注于开发和生产 FPV 无人机，其设立位置大多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等主要城市，甚至一些部门还分散在俄罗斯联邦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达达斯坦共和国，也保证 FPV 无人机生产的安全。其三是因为有大量基础设施。在过去几十年中，俄罗斯工业基础设施稳步发展。到了2022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许多欧美公司选择退出俄罗斯市场。虽然对俄罗斯造成了重创，但也让当地的一些企业有了发展空间。他们和俄罗斯官方合作，通过利用现有的设施，加大了 FPV 生产能力，且不会面临重大限制。
按照俄方长的声明，他估计乌克兰每月能生产约5万架 FPV 无人机，而俄罗斯公司每月能生产30万架，这与乌克兰 Drone Space 创办人舍雷梅特在2023年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乌俄战争，无人机已成为双方战斗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是廉价的 FPV 无人机，对持续的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接下来是台湾资讯。据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山科学研究院秘密研制的 CL-20 型高能火炸药，自今年7月5日爆出后，如今又有了重大突破。据传已经完成公斤级以上的成果。据悉 CL-20 也称为6硝基6氮杂异5酯烷，是一种非核炸药，也是目前除核武器外威力最强大的炸药，其爆炸效能及威力是传统 TNT 炸药的10到100倍，要比现有火炸药高出 40%。而目前的进度，据媒体相关报道显示，已研究出 CL-20 火炸药最合适的合成途径，且通过公斤级量产制成，生产出了出 CL-20 成品。等完成先导型小量产验证后，下一步将规划100公斤级生产制程和公吨级以上的生产制程。据知情人士透露 ，CL-20 火炸药未来将用于天弓系列、雄风系列等导弹，以及火箭弹、无人艇等武器装备。甚至若是再结合新研发的反应破片，将大幅提高武器的推进效能和击杀能力。当前这种高能炸药，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也都有所研制。过去因为技术难度高、生产成本高昂等因素，难以普遍使用。但在各国持续投入资金、人力，并在新技术开发后，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都已经进行了少量运用。如乌俄战场中就有部分导弹、火箭弹的战斗部装药用的 CL-20 型高能火炸药，又或是可提高先进鱼雷和深水炸弹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总之 ，CL-20 型高能火炸药的应用，将使导弹、火箭弹等武器在不增加大小或重量的情况下，威力变得更强大。8月2日，有不少台媒再次爆料，台军自主生产制造的50辆云豹8轮装甲车出现了抗弹钢板开裂的情况，称其中27辆是2年内制造的 CM34 30级炮装步战车，另外23辆是超过保修期限的 CM32 步战车与 CM33 指挥车，并给出了战场铁棺材的评价。对此有不少网友辣评称这是采购弊案，称云豹比较适合到灾区作秀，作战就要三思了。网友之所以这么不忿，一是因为云豹装甲车是以满足台湾地形需求而打造的装备，目前已有670余辆各型云豹装甲车配发到陆军与宪兵部队，是台湾重要的防御力量之一。就连战时紧急转入指挥车所的万军车也采用的云豹装甲车。二是因为在宣传和公布的资料中，云豹装甲车车体以高张力钢板焊接而成，抗弹系数全车皆已达到北约 STANAG 4569 3级标准，可抵御 7.62 乘51毫米北约弹药制机，车体正面更是达到4级标准，可抵御 12.7 乘99毫米北约弹药和155毫米炮弹的破片制机。现在云豹装甲车还没上战场就开裂了，这谁能不感到郁闷生气呢？对于云豹装甲车开裂的情况，台湾有关部门回应称，台湾陆军自去年7月发现有一辆云豹装甲车着陆板有裂纹后，便开始了全面清查，最终确认有50辆云豹装甲车的斜板或着陆板焊接处存在微小裂纹。后来通过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分析，确认钢板材质、硬度与金相组织皆无明显异常，裂缝原因研判为装备反复使用受力致应力集中处疲劳导致。于是依照合约条款，保修期内的27辆云豹装甲车已要求承商中钢机械公司办理裂纹修补及新品更换，超过保修期限的23辆，第209厂将协助车属单位办理修复。截至今年8月1日，已完成2辆车身前斜板更换，以及48辆车的着陆板裂纹焊补修复，且通过了防弹等相关功能测试。至于为什么保修期内的27辆新云豹也出现裂纹，目前尚无定论，但很多人怀疑是中钢公司的钢板质量太差，才造成应力集中处疲劳，呼吁台湾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对此，中钢机械公司回应指出，本次云豹装甲车钢板裂纹事件，裂纹位置主要出现在车体次结构，如着陆板，而非主结构。原因也不是钢板材料本身问题，而是焊道面积不足导致。目前经焊补修复后，皆已完成改善，已符合军方要求。对此大家是什么看法？
据自由时报7月31日报道 ，MBDA 公司对外宣称，其协同攻击人工智能系统在过去1年内取得重大突破。Spear 系列导弹将成为全球首批具备 AI 增强协同能力的巡航导弹。据悉，协同攻击的概念在2023年的巴黎航展首次亮相。距今仅1年时间 ，MBDA 竟已将其推动到实际应用阶段，可见其在 AI 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搭配的 Spear 系列导弹也是 MBDA 为满足现代空军作战需求而开发出来的网络化巡航导弹。该导弹集成了巡航导弹所有的先进功能，包括复杂的任务规划能力和执行远程任务的能力，且可以在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下，从远距离精确打击移动目标，能够有效压制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根据 MBDA 发布的声明显示， AI 协同攻击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 AI 驱动协同作战，它能够使 Spear 导弹对威胁做出实时反应，并与飞行员协同解决复杂的战术问题，从而显著提高导弹和平台的生存能力以及整体任务的成功率。而且 MBDA 还对 AI 武器是否合法化、道德化做出了强有力回应。其强调，导弹将始终在人为操作员设定的参数范围内运作，以确保合法和道德使用，减少外界认为 AI 武器系统存在失控的可能而引发的各种疑虑。此外 ，MBDA 还表示 ，AI 协同攻击系统的相关技术能够扩展到其他具备网络化数据链路能力的弹药上，这也就预示着该系统将有可能彻底改变现代空战的面貌。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7月29日报道，北风神级核动力潜艇克尼亚兹波扎尔斯基号现已在白海上进行试航。该潜艇是俄罗斯 955A 项目的一部分，它于2016年12月23日在北德文斯克的Sivmash 造船厂开始建造，原本计划在2022年之前进行海上试航，但受俄乌战争影响，该舰艇的建造计划被严重推迟，直到2024年2月3日才正式下水。它长170米，宽13.5米，在浮出水面时排水量为14720吨，在水下时排水量为24000吨。与传统螺旋桨驱动的潜艇不同，它采用改进的泵推进系统，包括一个 OK650B 核反应堆和一个蒸汽轮机，不仅增强了隐身能力，还能够使潜艇的水下速度达到46公里每小时。同时，它还配备了16枚 2SM56 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以及6枚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报道称，科尼亚兹波扎尔斯基号将在白海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试验，测试其导航、潜水、推进和武器系统。待通过测试之后，将会交付于北方舰队进行部署。值得一提的是，受各国北极战略影响，目前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艇现已在巴伦支海和北极冰盖下进行核威慑巡逻。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7月29日报道，泰雷兹集团已获得了 KNDS 合同，双方将携手为豹2 A8 坦克进行现代化改造。豹2 A8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在攻击、防御、机动性等方面都已经是该领域内的佼佼者。所以，对于此次合作的重点，并不是要对其战斗性能进行升级，而是针对它的电力系统。优秀的电力系统是发挥豹2 A8 战斗性能的重要前提保障。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豹2 A8 的电源管理需求，泰雷兹集团将为其提供大功率固态配电板。SSPDB 采用多通道模式，且每个通道的额定电流高达160安，并配备集成电流、温度和电压检测功能，可以有效防止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过流和短路等意外情况。它还能够使用预编程模式对配置文件进行提前规划，或通过实时选择模式，在各种任务场景中实现智能化电源管理，从而全方位地提升豹2 A8 的整体性能。SSPDB 的首批交付计划于2024年第3季度进行，预计到2027年将交付数百台。
7月30日，亨索尔特公司对外宣称，将为新型天空游侠30防空车辆提供 Space-ER 雷达。天空游侠30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研制的新一代近程弹炮结合防空武器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以拦截低空飞行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目标，也可对轻装甲或无装甲防护的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其系统核心为一座采用模块化设计的遥控无人炮塔，能根据需要安装在多种不同种类的车辆底盘上，如山猫步兵战车的履带式底盘、全狮犬 8×8 轮式装甲车的底盘等。在武器方面，天空游侠30标配有一门30毫米 KCE ABM 转膛自动炮，一挺 7.62 毫米同轴机枪，一座可升降式多联装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一套多通道光电红外观瞄系统，4个搜索雷达以及2套9联装烟雾弹发射器，并可根据需要选配一座目标跟踪雷达、一座激光发射装置等装备。同时，其配备有一套完整的火控系统，能够在静止和移动状态下完成对目标的攻击。除了主要武器外，德国版的天空游侠30还配备了毒刺导弹，而奥地利版则配备了西北风导弹。这些导弹增强了其远程打击目标的能力。另外，天空游侠30还有一个关键组件，即亨索尔特公司研制的 Space-ER 雷达系统。该系列雷达以其高性能监视功能而闻名，可自动检测和分类各种范围内的地面、海上和低空飞行目标，并对其进行精准定位，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天空游侠30武器系统的有效性。所以，对于亨索尔特公司将为新型天空游侠30持续提供 Space-ER 雷达一事，火力军猜测，一方面，亨索尔特公司是为了巩固其在防空传感器领域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亨索尔特公司可能是想要借助天空游侠30，以此来打开国际市场，收获更多国际订单，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7月29日报道，荷兰正式签署了购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增程型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的相关协议。据悉，该采购计划初定于2022年。荷兰在国防文件中描述了关于远程武器的详细要求，其中就包括 JASSM-ER。2023年4月3日，荷兰国防部公开表示，希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其 F-35机队提供 JASSM-ER。当时美国并未直接同意这项交易，直到最近才得以批准。随着 JASSM-ER 相关购买协议的签署，荷兰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拥有 JASSM 的第5个国际客户。至于另外4个装备 JASSM 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芬兰、荷兰和波兰。而荷兰之所以对 JASSM-ER 如此执着，主要是因为其卓越的战斗性能。据悉，标准的 JASSM 射程只有370公里，而 JASSM-ER 的射程达1000公里，弹头部重450公斤，可使用爆破杀伤弹和穿甲弹等多种类型的战斗部，采用惯性制导加 GPS 制导加红外成像制导，并可进行攻击效果评定。此外，该导弹还加装了抗干扰模块，能在对 GPS 干扰的环境下使用，并大量采用隐身技术，具有昼夜全天候作战能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该导弹的设计初衷旨在摧毁敌方指挥与控制系统、通信系统、防空系统、导弹发射架以及舰船等高价值目标，具有极强的战略威慑地位。据外媒突破防卫报道，近日韩国韩华集团对外宣称有意向要自制 KF-21 战机的发动机。韩国集团指出，尽管目前 KF-21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但该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挑战。由于基础技术受限，导致 KF-21 战斗机的国产化率仅为 65%， 其中关键部件如发动机、刹车制动系统、飞行控制系统、有源相空阵雷达以及大部分航电系统和配套武器装备主要依赖美国和欧洲多国供应，其余部分多采用国际联合研制的方式。这一状况不仅使 KF-21 战斗机的成本难以进一步降低，而且在出口时也将面临多国的审查和管制，可能对 KF-21 战斗机后续型号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不再受制于人，韩华集团提出自制引擎的计划。据韩华集团技术人员表示，目前 KF-21 采用的是 F414发动机，该发动机同样服务于美国现役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其配备有7级压缩机，最大军用推力为 57.8千牛，带加力燃烧室可达 97.9千牛。而韩华集团计划研制的这款新型发动机，虽然在压缩机的配置上比 F414 少1级，但是推力却更加强大。正常情况下，推力可达66到80千牛，如果启动加力燃烧室，推力可达106千牛。尽管该发动机计划目前尚处于概念设计阶段，但韩华集团已经在规划尽量在10年内实现对 KF-21 的初步列装。如果这款发动引擎真的能够从概念走向量产，那么这将是韩国国防工业的一项挑战性技术壮举。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云豹装甲车的隐患拔出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